大家好，现在打开朋友圈，10个中产家庭有3个在马来西亚晒娃，2个在办第二家园签证，剩下5个在纠结选吉隆坡还是槟城。这东南亚小国到底施了什么魔法，让中国人扎堆往那儿跑？今天咱们不搞干巴巴的数据罗列，就用脱口秀的姿势扒一扒，那些定居大马的中国人都藏在哪个州？陪读家长的算盘打得有多精，以及这场跨国迁徙背后的是是非非。先给大家报个大料，根据2025年最新的 MM2H 数据，全马中国人聚居地 TOP5 直接封神，吉隆坡稳坐头把交椅，40%的长居中国人把家安在这儿。紧随其后的是雪兰莪，毕竟离 KL 近，还没那么挤。第3名槟城凭着华人天堂的头衔收割一波养老加陪读家庭。第4名柔佛靠新加坡后花园的噱头吸粉无数。第5名马六甲则成了退休族的避风港。这分布简直比国内学区房还集中。说白了就是哪里有便宜的国际学校、靠谱的医疗、低房价，中国人就往哪儿钻。咱先唠吉隆坡，这地方绝对是中国陪读宇宙中心，尤其是满家乐和梦莎，走在街上中文比马来语还密集。超市里老干妈、涪陵榨菜摆得比本地酱料还显眼，连夜市摊主都能标几句微信支付还是支付宝。为啥这儿成了陪读家庭的首选？答案就俩字儿：教育。吉隆坡扎堆了180多所国际学校，满家乐国际学校、爱丽丝史密斯学校这些顶流，学费才是国内同级别学校的一半。国内1线城市国际学校1年学费25到35万，这顶尖的也就12到18万，中端的4到8万就能拿下。更绝的是兄弟姐妹折扣，Nexus 国际学校第2个娃学费减30%，第3个减50%，第4个直接75%折扣。这哪是上学啊，简直是教育批发。家有2娃的宝妈们算盘打得比珠穆朗玛峰还响。在国内养1个娃的学费，在大马能养俩，还能上英联邦体系的学校，将来对接欧美名校。这波教育套利不冲简直亏大了。但咱得说句实在的，吉隆坡的乡里也掺着沙子。以前总说大马物价低，现在满家乐的超市物价直追北上广，一瓶可乐卖3马币，吃碗面动辄20马币。陪读妈妈们吐槽，除了学费啥都不便宜。更讽刺的是，本来是来逃离内卷的，结果发现满家乐的中国娃比国内还卷。课后辅导班排到晚上8点，奥数、编程、码数一个不落，连兴趣班都要拼爹拼妈托关系报名。有个天津宝妈跟我说，她儿子班里一半是中国人，老师讲课要特意放慢语速，生怕中国娃听不懂，最后活生生把国际学校读成了海外双语版衡水。这哪是逃离内卷，分明是换个地方卷啊。再说说雪兰莪，这地方堪称低调实力派，很多人不知道雪兰莪，但一提舒邦在野、八达岭在野，大马华人都懂，这是住得起的 KL。雪兰莪挨着吉隆坡，通勤半小时可达，但房价和生活费能低20%，一套带泳池的公寓月租才3000马币，比 KL 市中心便宜1半还多。最绝的是配套，国际学校、商场、医院、地铁样样齐全。Sabgang 区的外籍家庭比本地人还多，走在路上能听到英语、中文、马来语混搭，堪称东南亚小联合国。定居这儿的中国人大多是务实派，要么是拖家带口的上班族，看重雪兰莪的产业园和就业机会，要么是陪读家庭，想在鸡娃和生活之间找平衡。有个上海爸爸跟我吐槽，以前在上海住老破小，挤地铁上下班，现在在雪兰莪住2层别墅，开车10分钟到公司，周末带娃去森威 Lagoon 主题公园，日子过得比国内滋润多了。唯一的烦恼是女佣太勤快，把家里收拾得比酒店还干净，自己都快变废人了。但雪兰莪的坑也挺隐蔽，这儿的公共交通比国内3线城市还拉胯，没有车基本寸步难行，打车不仅贵还难打，高峰期在路边等半小时都未必能拦到车。定居的中国人几乎家家户户都买车，结果导致早晚高峰堵成停车场。从舒邦到 KL 市区明明20公里，能堵1个半小时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雪兰莪的国际化有点名不副实，除了外籍聚居区，其他地方英语普及率堪忧。菜市场大妈只认马来语和粤语，不会说方言的北方人买菜都得靠比划，活生生把跨国定居过成了国内下乡。接下来是槟城，这地方绝对是华人狂喜区，将近40%的华人比例，乔治市的老街上全是中文招牌，茶餐厅老板一口流利的闽南语。春节比国内还热闹，舞龙舞狮能连演3天，简直是身在海外魂在中华。陪读家庭选槟城，多半是看中了文化安全感。
既想让孩子接受国际教育，又怕孩子变成香蕉人。有个天津博主小头爸爸分享，他带俩娃在槟城读国际学校，学费比国内少一半，孩子班里有20多个国家的同学，既能练英语，又能在华人社区里学中文，过中国节。这种中西合璧的教育环境在欧美国家根本找不到，而且槟城是海岛城市，气候宜人，物价还低，一碗地道的福建面才8马币，租一套带海景的公寓月租才2000马币，简直是性价比天花板。但槟城的慢生活也不是谁都能适应的，这儿的基础设施跟国内比差了不止一个档次，路面坑坑洼洼，地铁更是想都别想，出门全靠开车或骑摩托。医疗资源虽然强，有 Gleneagles、Island Hospital 这些顶级医院，但看病排队能排到怀疑人生，预约个专家号得等半个月，小感冒去诊所都得花上大半天。更让年轻人崩溃的是就业机会少，除了高科技产业和旅游业，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工作。陪读爸爸想在当地找份体面的工作难如登天，只能远程办公或回国赚钱，硬生生把家庭团聚过成了跨国分居。有个槟城陪读妈妈吐槽，在这儿生活是岁月静好，但钱包是真的遭罪。老公1年回不来几次，自己又不能工作，全靠存款过日子，感觉自己像个跨国啃老族。然后是柔佛，这地方的关键词是新加坡平替。新山作为柔佛首府，跟新加坡就隔一座桥，生活成本却只有新加坡的1/3到1/5，房价更是便宜到离谱。新山的森林城市，一套海景公寓才100万人民币，而对岸新加坡的同类房源得上千万。所以很多中国人选择新马双城生活，在新加坡上班，在新山定居，每天跨境通勤。2025年 RTS 轨道连接开通后，跨境通勤时间缩短到15分钟。柔佛的伊斯干达经济区更是吸引了大量投资，房产增值率高达12%。不少中国人把这儿当成投资风口，买房既能自住又能升值，简直是鱼和熊掌兼得。陪读家庭选柔佛，则是看中了低成本加高跳板。新山的马尔伯勒学院是英国名校分校，学费比新加坡低一半，毕业生进英国罗素集团大学的比例超高，相当于用马来西亚的钱读英国的名校。但柔佛的跨境生活简直是甜蜜的折磨，跨境通勤看着美好，实际堵到怀疑人生。大桥高峰期能堵2小时，轨道开通后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每天通勤时间加起来得3-4个小时。上班族戏称自己不是在通勤，就是在通勤的路上。而且柔佛的国际学校虽然便宜，但质量参差不齐，有些学校打着名校分校的旗号，实际师资力量堪忧，课程松散的像度假。更坑的是签证政策，陪读签证不能工作，第二家园签证除了铂金类都不让经商，很多定居者想在当地找点事做都难，只能靠国内的收入过日子。一旦国内经济下行，日子就过得捉襟见肘。有个新山定居的中国人吐槽，本想靠跨境通勤省钱，结果油费、过路费加起来比在新加坡租房还贵。本想靠买房升值，结果房子买了3年没涨多少，还得交高额物业费。这波操作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最后是马六甲，这地方是退休者的天堂。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，马六甲生活节奏慢到离谱。早上10点街边店铺才开门，下午3点就开始打烊。菜市场里的大妈慢悠悠的摘菜，咖啡店老板边冲咖啡边聊天，简直是养老界的世外桃源。这儿的物价低到感人，一碗鸡饭才6马币，租一套带院子的房子月租才1500马币。50岁以上的老人办理第二家园签证门槛极低，存款要求只要3.2万美元到6.5万美元，还能享受医疗优惠。所以很多中国退休老人选择在马六甲定居，每天逛逛老城，喝喝早茶，跳跳广场舞，日子过得比神仙还惬意。有个山东阿姨跟我说，她在马六甲住了5年，血压血糖都正常了。以前在国内天天惦记着子女，现在在这儿认识了一群老朋友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，子女反而担心她乐不思蜀。但马六甲的养老梦也有破碎的时候，这儿的医疗资源虽然够日常用，但大病根本治不了，得往吉隆坡跑，车程要2小时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简直是煎熬。而且马六甲的商业不够发达，想买点进口商品都得网购，快递还慢得要死，有时候国内寄来的包裹半个月才到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马六甲的年轻人都往吉隆坡、新山跑，留在当地的大多是老人，整个城市缺乏活力，定居久了难免觉得枯燥。有个退休大叔吐槽，刚来的时候觉得岁月静好，住了1年就觉得无聊透顶，每天除了遛弯就是喝茶，连个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，
最后只能半年住马六甲，半年回国内，成了候鸟式养老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中国人扎堆马来西亚的本质就是一场性价比的博弈。陪读家庭是为了用2线城市的钱买国际教育的票，定居者是为了用更低的成本过更舒适的生活，退休族是为了逃离内卷，享受慢时光。但这场博弈里没有绝对的赢家。你以为逃离了国内的教育内卷，结果发现大马的辅导班比国内还密集。你以为找到了低成本的宜居地，结果发现物价上涨，签证限制，处处是坑。你以为能实现岁月静好，结果发现文化隔阂，生活不便，难以适应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是是非非的选择。那些在吉隆坡陪读的妈妈虽然吐槽内卷，但看着孩子流利的英语和开阔的眼界，眼里藏不住骄傲。那些在雪兰莪定居的家庭虽然抱怨交通，但住着宽敞的房子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也觉得值了。那些在槟城养老的老人虽然觉得枯燥，但远离了国内的喧嚣和压力，日子过得踏实安稳。马来西亚就像一个现实版的乌托邦，它不完美，但它刚好满足了中国人对更好生活的期待，不是多么奢华，而是用更少的钱获得更多的选择，不是逃离现实，而是换一种方式面对生活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无论是定居还是陪读，选择马来西亚没有对错，只有适合不适合。如果你是家有2娃的中产，想让孩子接受国际教育又不想花太多钱，吉隆坡、槟城值得冲。如果你是想平衡工作和生活的上班族，雪兰莪、柔佛是稳妥之选。如果你是想安度晚年的退休族，马六甲的慢生活能让你卸下疲惫。但千万别抱着避坑的心态去，因为任何地方都有它的是与非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接受它的不完美，能不能在陌生的环境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。毕竟真正的美好生活从来不是找一个没有缺点的地方，而是在有缺点的地方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扎堆马来西亚的终极答案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我们下一再聊，拜拜。